当你们手机存储满了，你想做的第一件事呢是换手机呢，还是开通手机厂商提供的云服务存储呢？其实现在还有很多人有一种选择，就是使用 NAS 来存储备份。这玩意儿啊，很多人第一眼看见会叫它主机，确实很像。而这期视频啊，我就用最近发布的新品极空间私有云 Z4 Pro 加来聊 NAS 的存储备份。我们不讲参数，不讲性能，只说说和生活密切相关的体验啊。那 NAS 这种产品呢，总会给人一种既需要又有距离感的感觉。你看它不像移动硬盘是吧，插上电脑就能直接使用，而 NAS 体验呢更像是我们使用网盘一样，数据可以随时调取。那你们看啊，这是极空间私有云 Z4 Pro 加的手机应用界面，这是极空间的 PC 界面，那这是极空间的电视界面。没错啊，你可以用它作为家里观看视频的设备，而它的这个安装呢也非常简单啊，这就是4个硬盘的盘位。如果呢你动手能力强呢，拆开机身的面板，还可以装2块 SD280规格的硬盘，那插上网线，接上电源，按下开关就可以启动了。如果你是首次使用呢，选择格式化硬盘就可以了。那接下来呢就回到了我们刚才看到的界面了，整个界面做得很简约，而对于很多小白用户来说呢，整个页面就做得很直观，而且信息展示也很详细。那包含本机的一些硬件信息，也有详细的很多的便捷的入口。我觉得 NAS 很多人买来就是为了备份照片的，对吧？那而它的备份照片也非常简单，直接选择备份选择对应的硬盘，直接建立一个文件夹。比如你可以建立一个创建的时间作为文件夹名称，后边就是让手机连接 WiFi 并自动上传到极空间上面了。完成之后呢，可以在极空间 App 上面进行照片的预览和查看。那极空间除了支持 Live Photo 的存储之外呢，还支持存储后也支持 Live Photo 的动态预览，下载回手机上面也是原图，包括像手机存储的各种格式的文档、应用等文件，也是可以使用它作为我们的备份平台。那将来某一天需要呢，直接可以使用极空间 App 及时的寻找和下载。而我们备份手机里面的照片多了就会出现一个问题，我们再想找一张照片，但是又想不起来大概的这个时间的时候寻找起来真的是很麻烦的。那最近呢，我在使用这款 NAS 的时候，我发现它的 AI 能力越来越强大了。除了很早就支持的 AI 视图之外呢，可以通过时间轴进行照片的查看，可以通过人像识别。你看它就根据照片或者视频里的出现的人来精确的找到对应的照片，还有场景的分类，照片拍摄时候的位置的分类，那还有宠物识别，并且还可以根据照片的内容在上面做一个大体的搜索。比如我搜索耳机它就找到了我在发布会拍的耳机的照片了，而且拍摄的详细信息，比如地图位置、标记、照片、测光、快门等专业信息也可以直接查看。对于很多自媒体摄影师来说呢，还是比较友好的，是吧？而且我会找到一些影视剧的资源，有一些也是云盘资源，然后呢我就会远程下载到极空间内，然后接下来呢就会使用一个我每天晚上看视频都会用的应用，就是极影视了。它从手机小屏到电视大屏都适合使用。你们看这里面的内容其实都是我下载到极空间 Z4 Pro 加里面的，那这就是极影视 2.0 了。我们下载好的视频都可以在这个界面上面播放，并且播放的这个体验就和我们使用一些影视剧的 App 一致可以看到影视剧的海报封面，还有对应的评分、介绍、演员等，非常的详细，并且在播放器内还支持切换字幕、续播等功能。而很多影片已经有了一些蓝光资源，在极影视播放页面的下方这里有一个字幕搜索，可以针对片名带来影片外挂字幕的搜索。如果这个电影没有字幕极空间可以用 AI 自动生成字幕这比我们自己找字幕更方便。它还有一个我经常用到的功能就在这里有一个图像处理，那它支持了图片、视频的压缩。比如我们拍摄的素材需要发到一些平台，但是太大了，那直接呢就用它来进行压缩，然后呢再导出，那省去了我们很多在找第三方应用的这个时间了，非常提升效率。那压缩的同时呢，我们还可以继续做其他的事情除了这些呢，还有很多用户需要的老照片修复、图片提升清晰度的功能那这些呢，通通都可以省去了第三方应用的钱。当然很多进阶用户呢，或者说极客用户，他们使用 NAS 不仅会需要备份功能，那还会使用它带来一些本地的网络部署支持了像花生壳、Docker、
节点小宝等功能啊，这对于很多极客用户来说呢，可玩性还是非常高的。但这期视频呢，就主要是针对一些小白用户来聊备份的，所以说啊，这里啊就不详细讲了。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呢，可以给我留言，评论多了呢，我会再出一视频具体来聊聊。那从这些天的体验来看呢，极空间 Z4 Pro 加性能版在整个的用户界面来看呢，它的功能还是非常全面的。而从内在来讲呢，换了更强的芯，采用了英特尔酷睿3处理器 N355，而功耗降低了一半，只有15瓦，这也让它的运行的声音啊变得更小了，接近静音，以致啊会忽视它的存在。在软件使用层面啊，还有像极音乐直接就可以播放 NAS 里面的音乐了。那有声读啊可以直接添加播放自己的有声小说节目。那所以啊，从这些地方来看呢，它相比那些传统的 NAS 品牌更加亲和和普通小白用户，也更适合那些需要经常备份而不想太费精力的用户。也就是说啊，它的学习成本很低，所以非常适合家庭私有云的存储。而对于国产的 NAS 产品来说呢，我觉得硬件只是我们体验的下限，而软件的生态和体验才是使用的上限。如果你的手机、平板的存储啊特别容易存满，那我还是挺建议你选择一个像极空间这样的产品，只要接上网线就可以直接让它备份了。那以上呢就是关于 NAS 存储的一个体验了。我是大龙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